当大胖媳妇儿第一次冲浪，好紧张啊！ Hey brother, hey brother, hey brother, hey brother! Ay, shit, brother! 哎呦我的妈！你是来拉屎的吧？我大意了啊！哎，我大胖媳妇和我婆婆前两天带载我达去游乐场了，本来挺好个事儿，结果在入园的时候，我婆婆因为扫码买票等故障疯了，差点没被逮捕。就他们到了游乐园了嘛，就刚准备进去，人保安说你得先生成一个码，这个码呢就有点像咱们的行程卡，但用起来比咱行程卡费劲，还得点进入一个网站，有什么链接的生成。然后我婆婆呢就这一点跟我妈一样，就最怕的就是生成码这个事儿，就一旦要进哪火车站、商场、游乐园，就离300米就开始减速了。对，就这样，就离300米就开始减速了，就开始出汗了。卡是绿的，他先红了；码是通畅的，他先卡顿了。怎么说呢？就生成个码比生孩子费点劲。最后到他该进的时候，人保安说：“女士，请出示您生成的码。”我婆婆说：“我没生出来，没生出来。”最后给那保安都给憋疯了。但国内和国外的保安不一样，就比如说铁岭那商场门口的保安就检查的哈，他一看到像我妈这种容易生不出来的，他就会喊：“不许用截图啊，我可摸啊！”国外的保安有点太佛了，那保安看我婆婆这么费劲，直接跟我婆婆说：“你说我光看我也不摸，截图你还没有吗？你找个截图就这一瘦，我就让你够。”但就连我也是，有时候因为手不够快耽误个事儿。有一次在北京商场，我刚往里进，我就听前面那女的怼她老公：“哎，你看那人像不像那谁？哎，像不像？”她老公说：“谁呀？”那女的说：“哎呀，就是那个谁她老公了，就上厕所朝右那个。”她老公说：“啊，对，脱衣服挂门上那个。哎，真像，应该就是他。你看那顶卸的。”我离远一看，哎，真的一大胖子，也是1.78米的个，27根头发，走道那八字还带个小姑娘。关键是旁边居然还有一个女的。我当时我就想，雪人啊雪人，你化成水我都认识你，我这一天巴巴还给你打生活费呢，结果你自己已经偷渡回来了。雪人还找了个雪姨，我当时我蹭家要是追进去的，结果那保安就让我扫场所码，哎呀妈，我这一顿找，我费劲巴拉好不容易找着了，那俩人没影了。不过现在可以用支付宝首页的扫一扫，直接扫场所码了，扫完直接就打开健康宝，那速度老快了。上次我是没看准，这回他是真要回来了。以后我要在街上真看他旁边有个雪姨，我直接就是一扫，咵我冲进去给齐老板给他薅下来。我后来我跟雪儿说，我说你最好不要犯错误，我现在就是手疾马快，疯起来我自己都怕。对，我说哪儿来着？啊，对，我婆婆为什么闹事儿呢？就这码终于生成了，但人说现在买票啊，必须得用 APP 线上买票。结果这 APP 呢，它全是陷阱。我婆婆点我要买票，结果人家问您停车了吗？我婆婆点停了。太棒了，恭喜您被优惠券砸中了，考不考虑半价多停3小时呢？我婆婆寻思那就考虑吧，那万一玩时间长呢？点好。太棒了，恭喜您被午餐优惠券砸中了，考不考虑在游乐园享受公主同款午餐？我婆婆点好。太棒了，恭喜您被西瓜砸中了，要不要加$3为您的午餐赠送一杯西瓜汁？我婆婆寻思，就是这玩意儿咋老砸我呢？那行，那$3，那就来一杯西瓜汁吧。确认，终于到那个付款页面了，马上摁付款了，啪蹦出来一个西瓜汁配热狗，谁能狠心拒绝呢？你想你的热狗有晃晃棉花糖伴随吗？这个呢，我婆婆是没想要的，但她因为一直点这个位置点确认，结果突然间蹦出一这玩意儿，直接就惯性啪点个确认，然后订单就生成了。我婆婆急眼了，谁要棉花糖了？谁要棉花糖？我糖尿病啊！然后她找人退单，然后人工作人员说我们没法给你退这个晃晃棉花糖，因为你是先热的狗，然后晃的糖，你糖没花钱，你退什么钱？
我婆婆说狗我也没想热，那个狗是突然蹦出来的，这属于疯狗，你从狗那儿退，热狗你就先给我退了。人说这个狗也不能给你退，因为你这个狗是西瓜汁加钱附送的，所谓这个强扭的瓜不甜，送狗的瓜不退嘛。反正就是层层往上捋，钱1分钱没退。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们不到5点就玩完了，在停车场硬待到了7点才回家，因为多买了3小时停车券嘛。我就问我老公，我说那你们就搁这干待呀？我老公说那没有，吃棉花糖了。哎，我最近对东北优秀的中老年女性进行了深刻的洞察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的妈妈有没有以下症状？首先，第一点，你们的妈妈拿不拿宾馆牙刷？在这个领域，我妈在大中华地区肯定是拿过锦旗。酒店用品一把抓，横扫宾馆小牙刷。年过60伸手节，掏空一次性拖鞋。我前段时间不住酒店吗？我妈来看我。完有一天我给前台打电话，我跟酒店说我要2副牙刷。酒店前台说对不起张女士，我们酒店客房的上限就是每个房间2个人，一天提供4套牙具，而你们房间的黄女士今天已经拿走9套牙刷、8套拖鞋了，我们实在是不方便再提供了呢。我当时真是特别尴尬，我赶紧跟人解释，我说呀，黄女士这2年确实是说60嘴顺嘛，就是一出门就长牙，现在70多颗了，很费牙刷，你理解一下。我就不懂了，我就问他，我说我给你买了好几百块钱电动牙刷，你不用，你划了这一次性牙刷干啥呀？家里好几百个。我妈说我刷狗。但是常在江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，对不？我妈也整岔劈过。我刚生完孩子那天在宾馆，发现我忘带牙具了，没法洗漱。我妈得意而傲娇的看了我一眼，从她包里翻出了一个一次性牙刷，上边还写着宾馆的名字绿百合。紧接着她又得意的翻出了一管小牙膏，然后就开始往那牙刷上挤，但就啥也挤不出来。我说我来吧妈，我妈说你产后虚弱，你挤不出来。然后我就看她使劲搁那挤呀挤呀，就不出来，最后脑袋出汗了，最后好不容易挤出来一点，还是黑的。我说妈，这牙膏咋这色儿呢？我妈说那酒店好呗，竹炭的。我听着我就感觉绿百合也不像是能提供竹炭牙膏档次的酒店呢，咋的不也得是个就紫竹园啥的吗？后来我看挤得太费劲了，我说别挤了，够了，结果往嘴里一放，气味刺鼻熏天，口感极度黏腻。后来我一看才整明白，这个牙刷呢是绿百合酒店的牙刷，这个牙膏呢是我住的酒店的鞋油。我妈肯定是拿人家这9双拖鞋的时候，想给人家这一次性拖鞋做个 SPA。第二个特点，天可塌，命可毁，必找东西河南北。来北京陪我那些天，真是天天，你带他游山，他找北；你带他玩水，他找北；带他享受，摁个腿，他要先找哪是北。你问他峥嵘青春怎无悔，他说先找到北，找到北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就是他们对这个东南西北依赖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有一天我妈跟我唠嗑说，哎呀妈，看你一天可辛苦了，妈看你我上火牙都疼。我说你哪颗牙疼？我妈说我不去年拔了一颗牙吗？我说是啊。我妈说你就那颗牙东边那颗。最后一个特点呢，就是逼人吃饭。他主要不是光逼你吃饭，他把你当傻子。有一次我点外卖，一份外卖饺子15个，我吃了12个，还剩3个的时候，我去接了个电话，结果回来的时候盒里又变回剩10个饺子了。我说这个外卖这个粉色的盒好哎，长饺子。我妈说你刚才就吃了5个，你还得吃。我说妈，你刚才往里加这个饺子的色儿不一样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而且我一下桌就给我加糖，那一碗又一碗，我再也不想喝汤了。在这种高压的喝汤节奏下，我觉得我也说了，奶水也就那么回事儿，主要是营养都从我脸上出来了。我每天早上现在脸上的油就可以用勺刮，足够油焖个尖椒啥的。就你们懂，一脸的油换一脸的哀愁，一脸的哀愁化为一鼻子的黑头，一鼻子黑头穿过你那200瓦的粉底液呀，搅黄了多少次小帅哥的回眸。我没办法了，结婚了只能远离红尘。你们要加油，毛孔大，几率小，转角的爱情不好找。所以呢，这个氨基酸泥我每周必来用1次。它用的是神奇的泥浆微粒来吸附油脂和黑头。为啥用这个泥浆呢？因为它是芋泥法。知识点啊，泥浆越细，清洁力就越强。这个泥浆细的像雾一样，能把皮肤里的脏东西都给薅出来。这里边有15种氨基酸，能快速渗透，给肌肤补水保湿，深层清洁，但是温和，没有刺痛感，不用担心上脸紧绷，就出现小时候被咱们的奶奶用劣质肥皂搓脸，就深层结大发了，给脸洗脆了，就嘴都不会张了那种感觉。用完之后，哎呀，感觉自己皮肤陷入了不了情，好像融化的冰激凌。很多孕妇、产妇啥的想做清洁，但是不放心成分，怕刺激。这个面膜温和无添加，没有致痘、致敏和孕妇不适应的成分，敏感肌也可以使用。这黑头刮的还挺解压。你们的母亲们是否也一边找着北，一边拿着牙刷呢？